稻香村拆盲盒，收到了一个稻香村的点匣子啊，我还没有打开，我们今天就当盲盒拆，看里面有没有我喜欢的，还有没有你们喜欢的。稻香村的包装，我觉得一直就永远的神啊，点匣子里面就属他们家包装的最好。哇哦，我爱吃的雪花酥。我爱吃的黑金酥，我爱吃的牛牛饼、安康饼，这个五花蛋糕、黑麻饼、绿茶饼、粽香饼、玫瑰饼、莲蓉饼，这个是那个咸蛋黄的卷卷，抹茶酥和香芋酥。哎呀，经典款牛舌饼。每年节假日只要送礼盒，我们一定会买北京稻香村啊，认准这个3盒的这个标。他们家点匣子是可以，你们自己想买哪个，然后他给你装，他会根据你的那个什么，反正排列组合嘛。反正我每次买的时候都是装我自己喜欢吃的，然后送给别人啊。这次收到的这个里面大多数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哟。然后先来吃这个，我的最爱，我认为是稻香村点心界的天花板，近些年来的新品啊。暂时没有吃到比它更合我心意的。雪花酥啊，乳酪味很香浓。永远烦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上面还有，他们家会因为排列的东西，然后有的时候一层可能不只是一个东西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像板栗饼。哇，越往下越挖到宝。哦，它是把好看的放在上面了。哦，待会儿挖到下面还能挖到宝。它都是不一样的耶。糖醇红豆，啊，这都是鲜花饼，这个都是莲蓉饼。这个下面是什么？哦，这2块都是蛋糕。这个尝了吗？哎，这我咋记得我都没咋买过似的。这是板栗饼。小茶饼，绿豆的，不是板栗的。这个很像就是超市里会卖的那种，外面是2层饼干，然后中间是绿豆，然后外面又裹了一层芝麻。就是那种很朴素的好吃。有那种芝麻的颗粒香，然后它那个饼干就已经湿掉了，不是脆的，它是软的。就是属于经典朴素，我觉得就是老人可能会喜欢吃，对于我来讲就是 OK， 但是就是没有很高评价那种。这个是啥呀？看起来像蛋黄酥之类的。就是比较朴素的蛋黄酥，蛋黄挺多的，然后外面裹了一层豆沙，然后上面是千层的酥皮儿，蛋黄味挺香的，但是它不像说就是网上卖的那种蛋黄酥，给你做成好多层，中间给你放麻薯，然后就你一拉能拉黏，然后你微波炉一打，那麻薯还有半融化的状态，这就比较朴素，但它蛋黄的味道的确挺浓的。你这个层次做的也还可以啊。这是啥呀？这我买过吗？哈哈哈，黑了，不好意思。这边有点紫，它应该是那个肉松的千层酥之类的，不是肉松，吃起来像莲蓉，啥馅儿？不是莲蓉，有点咸，像板栗饼。这啥新品啊？我咋没见过？还是老款？还是因为它长得太朴素，我没有买过？还行，有点咸口的，那种馅儿沙沙的，然后那个千层做的，有点像就是西点店卖面包那种，有一点像那个千层巧克力酥的那种皮儿。然后这里其实抹茶酥跟芋头酥、香芋酥，我觉得比较一般啊，就牛舌饼永远的神，稻香村家的经典款。好吃。他们家的椒盐馅真的是无敌，饼皮儿特别的酥。就你一咬狂掉渣的那种，好喝好喝。他们家的牛舌饼永远的神，墨子酥永远的神，雪花酥永远的神，圣达格克永远的神。但他那个后来新出的那个黑色的那个黑牛舌，那个其实
那个馅我也特别喜欢，因为它加了一些麻味儿。那这个就是椒盐，那个就像麻椒盐那种感觉。好喝，好喝，好喝，好喝。这款其实对于爱吃黑芝麻的人一定会喜欢这个。它是咸口的，特别的酥。你看这个底儿，就已经就狂掉渣的那种酥饼，然后饼的上层也是撒了很多的黑芝麻，然后下面中间也是黑芝麻馅儿，足量的那种。这个在我心里虽然算不上永远的神，但是也是名列前茅的那种饼，经典款了。这个应该很久了吧？好喝，好喝。他们家的酥皮儿做的都不错，尤其那种经典款的酥皮儿。这个枣花酥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吃枣泥儿，就我给我妈留着吧。这个是百香果饼，我咋觉得这盒里有好多我之前都不咋买的东西，我都对他们有些遗忘了。什么百香果、白果，最近可能百香果的饮料喝多了。哦，这个酥皮太酥了，真的好好吃。当然这个馅儿我就吃中粒太多，那种典型的果酱类的我都不是那个啥。不过这个还好，又不像就是有的那种冬瓜糖做的那个馅儿齁甜，它这里还有果粒儿，知道吗？果粒儿，这还好了，这个还好，主要是这个皮儿特别的加分。它那个香花饼也是这种酥皮儿，白酥皮儿，我觉得老式典型的白酥皮儿真的是，还有那种一进口就碎成渣渣的那种皮儿，永远的经典，好喝。这个安康饼就是春节的吉祥饼，换了个字儿，一个是牛油果馅儿，一个是黑麻椒盐，我又忘了哪个是哪个了。这是什么？对，这是牛油果那个。这种有点软的皮儿也挺好吃的，不过就是不能放干了，放干了就不太行。所以建议大家能去就是大店买就去大店买，然后超市里面有一些代销点，因为它卖的没有那么快，所以它可能会时间放的长，就有些干。因为这些点心保质期其实是就是还是相对来讲长一些，放几天的话口感就没有，就比如说今天上午刚送过到店里的那种好吃了。我已经在期待他们家就是明年的春节会上什么新品了。明年是鹅丑牛，明年是虎年，不会有虎饼吧？黑金酥，黑不溜秋的黑色系列的，我觉得它和黑牛舌还有黑凤梨做的比较好。好，香蕉馅儿，香蕉果酱的感觉，这你们应该吃过吧？它比较甜一些，香蕉味道挺浓的。这个酥皮做的也很好，然后它是黑色的皮儿点缀的白芝麻，然后他们家有一些是就是白色的皮儿点缀黑芝麻。馅儿给的很足，很湿润。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大王村野生代言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边上给我填缝用的，别的我好像都吃过啊。枣泥方酥，虽然真是我不是很喜欢吃枣泥啊，但是它这个枣泥方酥的这个皮儿做的是特别的棒，就是它是属于那种一咬碎渣渣的那种皮儿。因为这个个人口味的问题就很难那什么。你看这个皮儿就挺不错的，真的挺不错的。这个狂吹一波，这个也是他们家经典款。不像饼干那样干，入口绵成渣渣，感觉像里头攥在手里的沙子一散开的那种感觉。如果这时候往嘴里吹一阵风，原来那些渣渣就会碎掉，充斥就吹散到各个地方。今天把之前几个
我都没有什么印象的点心尝了一尝，然后又吃了几块我心中稻香村名列前茅的产品啊，剩下这些慢慢吃啊。这些点心的保质期的话，一般都是他们说是可以放1个月来着吧，好像蛋糕是7到15天，我不太记得清楚了，因为一般也放不到1个月。今天这个拆的盲盒还是比较满意。然后啊，如果大家就是吃不完的话，一定要用那个袋儿给它封起来，不然它风干之后口感会不好。然后一定啊，认准这个 logo 好吗？千万不要买错了。北京稻香村3个盒，等他们再上新品，我攒齐一波再给你们测。就你们老催着我测稻香村吧，但是他一次上几个新品，我连一桌都凑不齐。下回凑够8种10种的再给你们测一波。然后我们还可以再期待一下他们春节会上什么饼，我猜糊饼。